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长工。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下，呃，这个我新买的尼康 Z6的相机，这个无反相机啊，今天要去体验一下。这个相机它是啊、一方面它是可以拍4K 的啊，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它可以拍 HP 的120P，120P 啊，它就是说每秒钟120张啊，我们一般是每秒钟30张啊，我们一般的录影呢，每秒钟30张，这个可以每秒钟120张，这有什么好处呢？就是你放慢动作的时候，它会比较清晰，因为你假设你现在播放的速度啊，把它变成1/10啊，就是慢10倍啊，就是1变成0.1这个速度来播的话，它因为每秒钟只有30张，所以1/10大概就是3张。那3张照片要组成1秒钟的画面呢，它会比较模糊啊。你120张的话，1/10就12张啊，相对它会好很多啊。所以这个也是我今天出去试镜很主要的一个内容啊，要试一下它120P 的一个效果。另外那个很重要的，我买这个相机是因为追踪对焦。追踪对焦啊，过去我之前用的 D800，它没有办法追踪，它这是按下去对焦，然后那个鸟跑掉，那个焦距跑掉了，你要重新再按，重新再对，所以没办法很顺畅，就是那一段很顺畅的这样跑，没办法，所以这个影片会剪得很碎啊。那这个是最主要，就是说它能够无反相机，它们都可以追踪啊，追眼睛、脸啊，你这样在画面里面移动的时候，它的焦始终会抓住啊，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。另外，这个4K 啊，4K 在应用上啊，因为我们现在普遍的使用上面，4K 还用不到啊，除非是你这个拍那个专业的影片啊，外面，那我们平常在电脑上面，在网络上面看影片的话，一般都是剪 HD 的 ，HD 就是1920×1080，大概是这个大小。那4K 呢是刚好2倍，长宽都是2倍大的一个画面。那这个画面你录下来以后，然后用 HD 来剪，它有一个好处就是说，你这画面这么大，我用不到那么大，因为它这个比例啊，16:9这比例固定以后，你那么大，它还是给你缩到那么小，啊，缩到那个范围内。所以，但是你在剪的时候，你可以把它放大。比方说这一段，我录的时候感觉太小了一点，啊，我用4K 来录，但是我在剪的时候可以把它放大1倍，就是把它拉近，它还是清楚的，它还是清楚的。所以等于你用4K 来拍的话，等于是你加了一个双倍镜啊，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啊。那我这里这个机器还要接一个转接环啊，除非是像这种他自己开发出来的镜头啊，它不用转接。那我们过去用的这些大炮这个 AFS 的镜头，它要有一个转接环，然后我这里加了一个1.4倍的倍镜啊。
那今天主要去哪里呢？去二重港。这个水鸟它迁徙，现在刚开始在迁徙。迁徙下来的时候，在台南这个地方啊，北门的三寮湾啊，它是最早，就是主要集中在这里，因为这边都是一些水田，浅浅的水田，这个时候都没有在耕作啊。不过呢，前一阵子啊，前几天一直在下雨，所以三寮湾那边的水田的水稍微高了一点，那个水鸟又跑到附近比较浅的地方啊，西底寮或者是二重港。那我们今天主要是要去二重港啊，那里那个田啊，那个水田啊，长方形的、直条的啊，并排的，非常整齐，一大片啊。那边目前水鸟是蛮多的啊，除了有这个2只的流苏玉啊，另外黑尾玉啊，蛮大的黑尾玉啊，也有100多只啊，不少，还有其他的小的玉衡科等等啊。好，那我们就去体验一下，出发。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它可以触控焦点追焦，可以触控。那触控的时候呢，比方说这群鸟，你镜头不动啊，那这时候你要这一只清楚，你就点一下，然后换这一只点一下，它会很顺畅的把这焦点移动啊，这个触控，然后它还会追踪，你点了这点以后，它移动它会跟啊。
拜。